你不是怕痒痒吗？咱呐就让你痒痒死。这种死法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！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究竟有多狠？自从上次把阳县五牛分尸千刀万剐之后，他又开辟出了全新的思路。大明最后一任宰相胡惟庸即将迎来被养死的结局，从权倾朝野的当朝宰相沦为阶下囚，他的垮台仅仅用了一个早朝的功夫，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要归功于他的义子屠杰。胡惟庸刚一倒台，屠杰便第一时间跳出来弹劾自己的义父：你背后谋逆，欺君篡权，还以为自己是500年来第一名相。看着眼前这场狗咬狗的精彩好戏，朱元璋笑得合不拢嘴。屠杰指控胡惟庸欺君擅权、蓄意谋反等数项灭族大罪。胡惟庸不仅暗中毒害开国功臣刘伯温，还私下拉拢以蓝玉为首的一众骄兵悍将，只等朱元璋驾崩归天，他们便立刻揭竿而起，架空太子把持朝政。眼看屠杰越说越离谱，胡惟庸气得当场破口大骂，而站在一旁的朱元璋全程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姿态。你们父子俩吵架呀，真是好听，咱听了舒服，比吃点肉夹馍还舒服呢。见现场的气氛已经烘托到位，朱元璋索性也不再装了，他直接换来二虎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只见胡惟庸身后的帘幕被拉开，里面跪满了一众淮西勋贵，他们躲在幕后完完整整的见证了胡惟庸和屠杰互揭老底的整个过程。此刻的蓝玉老脸涨得通红，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直接钻进去。可朱元璋的腹黑程度还远不止如此，就连之前联名揭发弹劾胡惟庸的一众文臣，他也一个不落的全都带到了现场。见此情形的胡惟庸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。之前太子朱标坐堂审他时的镇定自若，可眼前的场景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。你们都听见了，这两个人呐，一个姓胡，一个姓屠，合在一块儿呢，真是一对糊涂虫啊！这对义父义子啊，那还是人吗？像狗一样的在互相咬啊！紧接着朱元璋话锋一转，开始指桑骂槐。胡惟庸和屠杰这对父子的行径简直荒唐到了极点。平日里装的父慈子孝，转头就持续不断的互爆黑料。他不知道自己手底下还有没有这种暗藏祸心的义子义侄。要是真有这种人，那他朱元璋还真是瞎了眼。皇上这番含沙射影的表态，把在场的淮西将领们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早在之前驸马欧阳伦的案子里，朱元璋就明里暗里给过他们全身而退的机会，可他们就是不愿放下手里的兵权，解甲归田。如今胡惟庸东窗事发，他们这群人自然免不了要遭受牵连。面对这株九族的谋逆大罪，蓝玉耷拉着脑袋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屠杰刚才的那番指控，无疑把他推到了危险境地。好在今天并不是处置这群骄兵悍将的主场，朱元璋随即贴心的让胡惟庸自己挑选一个体面的死法。胡惟庸心里清楚，今日自己难逃一死，但作为曾经的当朝丞相，就算是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表现的依旧十分硬气。皇上的话就是法，就是律，皇上让臣怎么死，臣就怎么死。好，胡惟庸这份坦然赴死的态度让朱元璋不禁对他刮目相看。比起之前哭嚎求饶的杨宪，胡惟庸的胆色还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若不是胡惟庸暗中拉帮结派，妄图骑到帝王的头上，他们二人说不定还真能成就一段君臣一体的千古佳话。紧接着朱元璋也不再多费口舌，他当场就为胡惟庸选了一个比五马分尸还要残酷的心气死法。你不是怕痒痒吗？咱呐就让你痒痒死。这种死法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！这话刚说出口，在场的淮西勋贵们全都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胡惟庸这般凄惨的结局已经映照出了他们未来的下场。很快，胡惟庸便被扒掉了外衣，押赴到了城外的小树林里。二虎当即下令让手下的人把他牢牢绑在树上，而胡惟庸脖子前挂着的痒痒挠在这一刻显得格外讽刺。胡大人在下告辞了，飞去交差吧。随着夕阳慢慢沉下山头，蚊虫飞蚁也纷纷出来觅食。没过多久，胡惟庸雪白的皮肤上就爬满了这些不请自来的食客。然而，就算是面对这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，胡惟庸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口认怂。我胡惟庸就算不是千古名相，也算是古往今来要死的第一人吧！要个痛快！随着胡惟庸的垮台，延续了1000年的宰相制度正式落下帷幕。然而，这对朱元璋来说却仅仅只是整肃朝堂的一个开端。洪武年间的大规模清洗至此才刚刚拉开序幕。